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热烘烘的 AI 浪潮可能会因为联准会的隐藏重作而提前终结？当所有人都在欢庆科技股牛市，认为通膨已被驯服时，野村证券指出，6月 FOMC 会议可能是这10年来最关键的游戏规则改变者，更是 AI 信用周期的终结起点。目前，美国2年期实质殖利率隐藏着高达100个基点的绝杀空间，一旦被填满，美债10年期殖利率将冲破 5%， 这背后的债券熊市倒数会如何冲击美股、台股与资产配置？今天带你一次看懂被市场严重低估的灰犀牛。野村指出，市场目前高估了联准会年内的升息风险，却严重低估了长期的实质升息威胁。只要联准会不启动连续性的实质紧缩， AI 泡沫就难以终结。然而，市场目前天真的将未来升息视为因应冲突的保险式升息。野村警告， AI 带来的生产力与投资加速会让经济与通膨超预期过热，逼迫联准会将保险式升息转向实质性连续升息，进而引发信用收缩，敲响 AI 泡沫的警钟。我们拆解野村的底层数据与逻辑。首先是升息路径的非线性误判。野村指出，利率市场定价预期未来1年升息不到2次后随即降息，这显示市场与联准会都把升息当成预防性保险，认为不会引发信用收缩。华瑞认为市场过度乐观，忽略了经济内部自我循环的过热动力。其次是 AI 对实质生产力的催化。野村预估 AI 相关投资与应用将推升实质所得，带动经济与通膨超预期成长。华瑞认为 AI 是强大的通膨引擎，当资金涌入算力与实体建设，资源消耗将推升价格，导致通膨不降反飘。再者是实质殖利率的绝杀空间。野村指出，上轮升息周期中2年期实质殖利率曾超越 3%， 目前仅接近 2%， 这意味联准会还有至少100个基点的升息空间，一旦填补，10年期美债将冲破 5%。 华瑞认为这100基点是科技股估值的最大杀手，高估值资产势必面临重新定价。最后是日元与政策的连锁反应。野村预估，日元弱势与日债陡峭化正产生共振。由于需等待美债利率预期稳定，官方在7月2日美国就业报告前干预的可能性较低，且只要政府对弱势日元的态度不变，日央行只能无奈接受外部冲击。华瑞认为，日本央行的落后正让日元面临巨大波动风险。除了殖利率，华瑞认为市场最容易忽略的是比特币与铜价的背离。野村提醒，比特币下跌反映流动性回收，而铜价走高则反映实体复苏与 AI 投资预期。华瑞认为，这种背离证实了资金正从虚拟泡沫流向实体建设。当超额流动性收回，科技股的资金溢价将难以维持，科技板块的资金外流风险正被市场严重低估。华瑞认为，若野村的判断被验证，投资人需注意2个维度：一是科技股与周期股的板块轮动，当保险升息转为实质紧缩，高估值科技股修正压力大，而受益于 AI 生产力提升的周期性与价值板块将更有韧性。2是美债的存续期控制，在2年期实质殖利率仍有100基点上行空间下，过早重仓长天期美债将承受价格亏损折磨。投资人应将美国就业报告与日央行政策意见摘要作为关键观察指标。总结来说， AI 泡沫是否破裂，关键在于实质利率防线。当市场仍在定价预防性升息时，实质殖利率100基点的绝杀空间已为高估值派对设定了终极告数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